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6月3号，今天是我们6月份第一次直播。那么，欢迎朋友们进入直播间。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现在，也就是美东时间11点半开始。今天我计划直播1小时，今天比较有时间，之前都是半小时，今天计划1小时。那么大家欢迎提问，你们关心的个股，请把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这样就不会漏看掉。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现在美股的大盘。今天是一个平开高走的一个状态，然后最高点5961.61，我们把这个画图软件调出来。最高点5961.66或者5961.66啊，但是这个点位还是没有突破前面这个高点，这是5月19号这个高点5968.61，但是呢，从这个低点，我们把这个价格也标出来，5767，从5767这里反弹够笔了呀，这够一笔了，前面这里也够一笔，但是呢，我们看一下裸 K。前面这一笔我们用的是递归的模式，因为它有一个包含关系，但是可以先当一笔用，因为它是一个2买，针对前面这个1买，或者说你当3买也可以，因为它是一个1、2、3、4或4浪回撤，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2、3买重合的买点，这个点位是一个2、3买重合的买点，就看你怎么分了。因为缠论里面存在多异性，所谓的多异性就是从4835到现在，我用这个框圈出来的这个结构，它没有完成，在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它就存在多异性。所谓多异性，就是它可以当成一个123来分析，也可以当成一个12345来分析，所以这就是一个多异性存在的原因。那么现在的还没有突破这个5968这个高点，对吧？但是也已经够笔了，所以说现在就看它，如果说突破了5968之后，你就要注意了，有可能会存在背驰。因为它这个前面这一段，如果说你当成第一段的话，它就很容易背驰，对吧？因为前面这段太长了。如果说你把这个当成第5浪的话，也容易背驰，因为它这个3走的太强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吧，这里如果说打了高点之后，一定要小心，这里是不是要回来一段，或回来一笔之后，做一个中枢之后再往上走，对吧？或者说这就结束了，这个结束也可以。如果说打一个高点。因为这是一个5段，就构成了周线上那一笔，然后看可以走周线反向的一笔了。我们再看一眼周线，也就是说，周线上从4835这个上涨，这一笔可以结束了，对吧？它可以继续围绕周线这个中枢阵的，1、2、3、4、5、6、7、8、9，甚至可以震出9段来。这个是我们之后的这个跟踪，但现在就要关注。今天或者本周能不能够先突破这个5968这个小高点？好的，这就是这个在日线上，我们再看一下1小时上，因为1小时上那个结构我们之前跟踪过，它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说从最低点4835，在1小时上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同级别分解，所谓同级别分解就是跟踪这个中枢，1、2、3、4，已经4个中枢了。但是前面2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升级了。我们利用一个其他颜色，这个级别是大的，这个级别是大的。那么第一次的2次回落是3买，也就是这是小 B 段的大 A， 这是按照我们模型里面。第4个中枢是小 B 中的大 B， 就是说按照模型的话，现在一直走的是小 B 段，这个小 B 段已经可以结束了，因为是2个中枢了嘛，对吧？可以结束。结束之后，看它是怎么把这个小 B 段或者 B 中的这个大 B 给它变大，把它震出来变大之后，那么这就跟下面这个升级之后的中枢它同级了之后，可以整个结束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最后这个小中枢，看它怎么生长。现在是有希望尝试离开这个中枢，但是目前力度还可以吧。想要突破这个5968的话，有希望能够突破。突破之后看看这个力度，不行的话可能要再回来，或者说针对这个小中枢可以给一个小3买，
然后再打一个高点，这样的话可以结束围绕这个小 B 中枢，结束之后再看它是不是要回来，因为它出现3买之后，如果再回来的话，那就相当于把这个大 B 中枢，就是 B 中的这个大 B 给它升级了，按照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那么我们之后会这样跟踪一下。好的，这是我简单的用几分钟时间把这个标普简单说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提问。先看一下这个苏珊，你好，先看一下他问的 HIMS。HIMS 的话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做减肥药的这么一个平台。但是呢，HIMS 它自己也有这个减肥药，就是它除了做平台以外，它自己也是类似一个领先的远程医疗公司，主要是你不需要跟这个医生见面，可以通过 App， 然后呢，它主要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所以它省掉了那个中间环节。那么应该在美国的朋友比较熟悉的，就是说它不通过中间环节的话，那它的价格相对就低。然后它还可以这个代售其他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减肥药，比如说诺和诺德的啦，或者说艾丽丽的都可以。然后它当然也有一些竞争对手了。这是它的一个大的一个就是说这个基本面的一个信息。那么呢，它主要就是更便捷。然后呢，更私密，因为你通过网上这个跟医生咨询的话，可能更私密一点，然后就更个性化一点。这是简单说一下它的这个基本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形。之前好像是有过几位朋友在一直做这个 HIMS。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这是我们之前画的。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然后我们把这个图形给它修正一下，因为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我们把这是月线上的这一笔，就说现在它这个还在月线1、2、3的生长之中，看到没有？现在还在1、2、3的生长之中，这个最低点在下面 2.72， 所以说还在月线大三浪里面，这是月线大三浪。3浪结束之后回来的话，给个4浪还可以有5，对吧？现在就是3还没结束，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也就是周线上。然后我们把这个周线上这个结构给它补一下，这下面有一个中枢，这里有过一次回落，我们看一下这个回落应该是够一笔，最高点 35.02， 这个是这一笔回落的最高点，有包含关系，处理之后的话可以有一笔，所以说它的周线上也有一个中枢，已经有2个中枢了，周线上已经有2个中枢了。那么从这个最低点上来的，我们就是以它为这个分析重点，就是这个月线上3浪的起涨点，这个位置是月线上3浪的一个起涨点。那么月线上是一笔，周线上现在是有2个中枢，但是呢高低点是有接触的，这一笔的最高点跟这个中枢的低点是有接触的，这又是一个大升级之后的一个中枢。我们先不管它升不升级，我们现在看的就是针对第2个中枢这个尝试离开，对吧？从 23.97 它尝试离开，那我们就关注一下它的这个离开的这个结构，因为周线上现在只有一笔，也没有突破前面的这个历史最高点，它可以完全回来，回来之后你也要关注一下回补能不能够回来，不能够回来的话就是3买，可以再上去，在这里再做中枢往上走，甚至是再直接打高点是可以的。那比较差的呢，就是直接拉回来，拉回来的话就是继续做中枢，对吧？这是它之后的几种情况。那么在它出现变化之前，那就是延续。你这个延续没结束的时候，那就是你就要分析它的内部结构，对吧？那么内部结构我们看一下，日线上从这个起涨点把它这个标出来 23.97， 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从 23.97 到这个最高点，今天有一个最高点 67.37， 今天是一个冲高回落，好像是一个什么消息刺激呢？它收购了一个在欧洲的一个销售平台叫 Zava， 它把这个平台给那个买掉了，这是在这个今天盘前出的消息，所以说今天是一个冲高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日线上这个结构呢，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消息的刺激，它也是跟刚才我们分析那个标普很类似，就是这个可以是一个1、2、3、4、5浪，正好是第5段嘛，也可以是一个1、2、3，因为这个回落吧，它因为这个进入段是不够一笔的，但是回落这一笔是够一笔，它有一个可以当成日线的2买，或者说次级别的一个2买都可以。这个回落其实是在当下的时候你是需要做出来应对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相当于一个复盘分析，你把它当成不当成2买区别并不大，因为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后面这个背驰，对吧？它这个是出现了高点，我们把它日线上最后这3笔，我们就按照严格来的话就是3段，日线上出现了3段，刚好今天因为这个消息刺激出了一个高点，它是相当于一个什么呢？价格出了高点，比前面的这个高点高，但是的 MACD 明显这个 MACD 的快慢线并没有出高点，背驰了，对吧？这是一个典型的出背驰。MACD 就是用来判断出高点或者出低点以后是不是出现背驰的。如果说它这个位置没有出高点，你都不需要去看 MACD， 晓得吧？这是用 MACD 的一个小技巧，这个我们在直播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那么它现在是一个冲高回落，那就看它这里从 51.2 到 67.37 这一笔可以是结束了，然后结束之后就看它在这里是不是要做中枢，做完中枢再上，或者说是这个已经完成了3笔，已经构成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周线上那一笔，可以结束了。那么可以回撤反向走周线上的回落一笔。那么现在的关键落在哪儿了呢？落在了这一段上，也就是说这一段上可不可以走反向，我们需要更降低周期来看一下，也就是从 51.2 这个位置。那么好的，我们把这个 51.2 这个位置标出来，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一定要跟上我这个分析的周期啊。因为在缠论里面这个周期，每一个周期对应的这个级别啊，对应的段落呀，分析哪段啊，这个非常重要。你如果说跟不上这个的话，你是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对吧？因为它是一个区间套，它是从大的区间一点点的缩小到小区间，你这样才能够更精确的把握当下的结构，对吧？就相当于一个显微镜一样，这个显微镜度数越来越大，那你看的就越来越细嘛。那么在1小时上的话，现在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我们把这个中枢给它画出来。但是1小时这个中枢它的进入段是3根 K 线，这个进入段是3根，但是无所谓，只要保证构成中枢这3笔够就可以。这是一个下上下3段构成中枢之后开始震，对吧？然后又一个回来，也是一个包含关系。但是呢，今天是一个冲高回落之后，它把那个低点给打掉了。我们看一下低点在哪里 ，55.77、55.68，然后今天最低点 55.62， 对吧？它已经把那个最低点给打掉了。所以说它这个结构可以结束的，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是开始震，这个结构可以结束了，也就是说日线上这一笔是可以结束的。那么你现在关注就是它这个反弹这一笔，这一笔反弹，如果说反弹的很弱，那就需要降低更小的周期了。我们需要去15分钟先看一下，你可以把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反弹，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15分钟上。如果说它这个比如说弹一下到60，然后就快速往下走，那你就要注意，它就开始要走反向了，以这个最高点 67.37 开始要生长出来什么呢？生长出来周线上那一笔。当然了，你现在是非常小的周期，它是一点点生长的，我们只是说这个周线上这一笔可以结束了，我们现在就看这个位置要走反向，周线上要回落一笔。那么你的计划就是以 67.3 这里作为反向来假设 67.37 就是周线上这一笔的最高点，现在开始走这个，你现在计划的就是这一笔的回落。那么这笔的回落又是通过区间套到了日线，又到了1小时上，最后又降低到15分钟上。我现在就关注它能不能够这么生长，对吧？如果说它这个一小时上这一笔又涨回去了，又突破了这个 67.37， 那就说明这个 51.2 这个生长没结束，它完全可以再围绕这个中枢上去，再回落一下，给一个300，然后再打一个高点也可以。
所以说现在其实就是在1小时上做这个中枢震荡，先做1小时这个中枢震荡就好了。1小时这个中枢震荡，那么你可以利用这个中枢的中轨，这有一个中轨的位置，利用这个中轨的位置来辅助判断这个震荡的强度。如果说它这个回落的这一笔，它的中心位置，甚至往下的话，它的中心位置在这个中轨以下，那你就知道了，这个多头的力量偏弱，那有可能一个反弹回不到中枢，直接走反向，对吧？你现在可以利用这个中枢的中轨、中枢的上下沿来做这个中枢震荡的一个操作。但整体来讲，它的这个周线上这一笔可以结束，对吧？那具体它结不结束的话，那我们需要去做日常的一个跟踪。所以说呀，我们在做复盘的时候，只能根据当下的这个图形来做一个完全分类的这个方法。它具体最后怎么生长出来，那个需要更细的去跟踪的。比如说因为我们看的周期是相对偏大的，我不可能去看1分钟或者5分钟周期，只讲一个，对吧？那样的话，可能其他都不用讲了，我们天天就跟踪它一个，而且需要每天都去跟踪它，因为这个股票只要在交易的过程中，它每天都有变化。我今天讲完了，然后明天那个不做直播，然后明天可能就出来一个新的变化，我们隔天再讲的时候，它就有新的这个 K 线出来了，或者说有新的那个消息面出来了。所以说一定是根据当下你分析的时候那个信息来做你的这个基本面分析也好，或者说图形分析，一定都是当下的。好的，这是这个HIMS， 我们先每一个人讲一个，然后那个再调回头来再这个分析，如果说问的比较多的话，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秦朋友问的 QPTS。这个是之前我们讲过，它一个做量子计算的这么一家公司，对吧？那么这家公司之前之所以它应该是我大概想一想，它好像是因为谷歌的原因吧，还是怎么样？它反正是一家商业的量子计算公司。主要经营的业务就是开发和提供量子计算系统、软件及相关的服务。当然了，它也有一些量子云服务，但是它的护城河是什么呢？主要是在这个量子退火技术领域，还有一些少量的拥有商用的量子计算机系统的公司之一，就是说商用的这个不多，它是其中之一。那么它也有一些竞争对手，比如说这个也是一家是美国上市公司，好像是叫 IonQ， 对，这个公司也是就是它的竞争对手，但是并不多。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叫波动比较大的，就是Rigetti Computing RGTI， 这个波动非常大，它的盘子比较小，这是之前也有人问过。但是呢，它的图形之前我们有频道里面有朋友问过这个，但是它的图形你也没有这个 QPTS 好，所以说我们当时就说建议做 QPTS 而不做那个 RGTI。所以说这是简单的大概的说一下先。那么图形上，它的图形非常的这个，尤其是在周线上，它的这个图形非常漂亮。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那么在周线上，这个起涨点把这个标出来，最低点也就是 0.3962， 对吧？它从 0.3962 最低点，不知道它有没有之前有过这个分拆啊，或者说除权什么的，但是不管，就看它现在这个价格。从这个最低点之后，在周线上这个图形上是这里做了一个周线大中枢，然后开始这里有回落，但这些的回落都在周线上不构成比，所以说它是次级别的给了一个300，这个在次级别上做了一个300，也就是针对这个周线这个中枢的话是有一个是300的，那么开始离开。在模型上的话，在周线上的话，它这里是第一个中枢，现在开始走这个 B 段，小 B 段，然后这个中枢是小 B 中的大 A， 现在走的全都是小 B 中的小 B， 小 B 中的小 B， 如果说你跟浪形比较的话，它就是浪形中的3浪3，浪形里面的3浪3就是主升浪，如果说上涨的话，如果说下跌的话就是主跌浪，
这就是用缠论跟这个浪形相比较。那么现在走的就是三浪三，所以说为什么这段那么强的原因。然后我们再降低周期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这个小 B 段，我们把这个日线上这个剩余的这个 K 线给它补一下。它这里是弹了一次之后下来，然后开始走离开，然后又给了一个，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潜在的一个300。我们来看现在这个，就所有的这些，从这个起涨点到这里，所有的这些都是模型里面的小 B 段。那么这个中枢是小 B 段中的大 A， 然后现在走的是小 B 段中的小 B，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三浪三或者 B 中 B。那么现在这个针对这个最后中枢呢，不论你分析什么图形的时候，你只要关注它现在的价格跟这个中枢的位置是什么就好了。它给了一次回落，刚好还构成了现在这个中枢的300，我们可以测一下它当时的回落的这个非常浅，连这个 0.32 都没碰到。现在已经出了这个日的底分型了，所以说这里可以再打一个高点，那就看它出现3段之后是不是有背驰，有背驰之后看是不是要回来做这个什么呢？做的就是小 B 中的大 B 中枢，前面这里是这个小 B 中的大 A， 对吧？现在这个小 B 中的大 B 还没出来呢，模型还没出来，现在只有一笔，现在开始做第2笔，所以说你要做的就是现在已经出现这个回落已经够笔了，那就开始进仓位了，对吧？我们不是需要它等到它涨出来了，我们在这个位置去追它，而是说出现底分型的时候，然后再用双触发看它的内部结构，这个底下的时候进，而不是说在上面去追。说你就需要分配仓位。至于你说啊，我这个位置进场了，但是这个底分型被打掉了，它又向下延续，那很正常啊。任何一个位置进都不100%保证它肯定你判断的是正确的，每个人进场都有误差的呀。你每个人进，你判断错误了，或者说突然突发一个什么特殊事件，突然那个第3次世界大战那个开始了，直接就下来了，所有的股票肯定都往下砸。你能预测第3次世界大战吗？对吧？没有人预测，所以你能做的就是仓位分配。出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就分配仓位，还是说你只是短线的这个全仓往里进的，那就不一样了呀。那策略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那种策略的话，你是要有严格止损的。你进场了，我这个位置有止损，一旦破了的话，也就是说你进场的前提没有了，你肯定要出来的，对吧？所以说肯定是不同的仓位，或者你做的周期，根据你做的周期不同的，那你的策略是不同的。所以说一定是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进多少仓位，我拿多久，这都是非常个性化的东西。那么简单图形分析的话，就是这个位置要进了，你不要等它出来一笔，甚至再出高点的时候再去追它。那么这就是这个 QBTS。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云金朋友问的什么 NNE 应该是最近的，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最近有一些什么公司比较火呢？就是核能公司。这些核能公司为什么也不是最近才火的吧？因为主要是这个数据中心起来之后呢，造成他们的用电量特别大，所以说这帮家伙就开始，之前说是用那个环保的那个风能了，什么水能的，但是呢那个费用太高，所以说他们就好像是最开始应该是谷歌先开始的。去找了一家小型的安全的核能公司来给他们做这个核能的解决方案，对吧？那么这个 NNE 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在他们这个板块里面，比如还有个什么 SMR 了，对吧？也是这个核能的一个公司，还有什么 GEV 了，对吧？这些都是这个板块的，但是哪个是龙头的话，我不太清楚，你需要自己去这个分析一下。那么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他问的这个，之前这里是有过一次离开，但是因为它只有2根，它被破坏了，所以我们需要修整一下这个 K 线。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画到这里，然后调整一下。那么它这个中枢的大小又开始变化了。为什么能够出现变化的原因是它没完成，
这个我一定要跟大家那个强调几次，就是说，之所以我们可以进行这种调整的原因是它还在生长过程中，在这个周期它的图形没有完成，所以说你需要根据新出现的这个 K 线来做修整，这样的话你才不会错判。好的，因为它这个可能是上市并不久，这个图形并不多，从这个最低点 3.25 之后，这里有一个大中枢，现在看的周线图形的周期是周线上，看后面这个水印儿，刚好现在这个最高点也是勾一笔了，刚好也在这个周线这个中枢上沿附近，对吧？中枢上沿在 37.5， 现在也刚好是在这个附近。那么这个 MACD 得有力量的，这个快慢线的张口得张起来，得冲起来，那么这个才有希望再次往上走，甚至突破这个历史最高点。方法一样，看它的内部结构，看看这个，因为现在在周线上这里是勾一笔，然后这个顶分型还没有出现，只是有包含关系，对吧？所以说我们需要看一下它的小周期。那么小周期上，先看一下这个，这里是有过回落，但是都不够比。这里是有一次，但是是包含关系处理的话也不够，但是不包含处理的话是够一笔。所以说它的这段走的还是比较纠结的，在小时周期上肯定是有3个中枢了，甚至，对吧？那么这2个中枢高低点还有接触，是一个升级的，也可以是当成这个，你先把它设定成回落一笔也可以。那么这里看它能不能够生长出来一个新的一笔，就是在日线上可以是一笔上一笔下，现在看它这里能不能够再生长出来新的一笔来。那么这个28.88你就不能够被跌破，但整体来讲现在有点偏弱了，这个底分型更容易形成一个中继的，也就是说再次跌破 28.88 的话，那就会踩一下，看能不能够踩一下120天均线吧，28附近，如果说能踩到这里的话，那么相当于它的小周期上又有中枢了，这里有个中枢，有进入段，有离开段，那么这个结构相对是饱满的，那么这个位置可以再买一买，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当成一个2买来做，就这里可能会真正的生长出来一笔。所以整体来讲，现在如果说有的话，或者说想买它的话，就不要往里急着往里进，起码看它踩到120天的时候，出现明显的这个支撑的时候再往里进，因为今天明显这个冲高回落的比较厉害，所以整体来讲，再加上它已经到了周线的这个上沿附近了，对吧？那你天然的中枢的这些所有的上沿、下沿、高低点都有天然的这个压力位或者支撑位，那么到了这个附近，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再加上它并没有表现出来很强的一个状态，对吧？如果说真的是要回落一笔再起来的话，那你这一笔的回落空间相对还是比较大的。你看它这个，整体的这个中枢的话是54%的一个空间，那么我们把它的这个中轨给它加上，即使是到中轨的话，也是25%呢。那你何不再等一等呢？对不对？所以说针对这个 NNE 的话，需要稍微的谨慎一下。再看一下这个朋友 Lily 朋友问的。RX 好像我们之前分析过，不知道是不是你问的，说是大周期上怎么画，不知道是不是你在频道里面这个留言问的。那么我当时就是上周做直播的时候，我已经解释了我应该怎么画。我的画法是这种画，因为它在月线上吧，它比较特殊。它如果说以高低点画的话，它不太容易画，因为高低点画的话可能是这么画，但是呢。这一笔又不够笔，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画的这种是利用就是次级别、次低点或者次高点来画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类似递归模式的画法。那么这个 RX 这个基本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简单说一下。因为你要做这种。比如说你选好了标的之后，要长期做到的话，一定要先看一下这个基本面能不能够让你来长期做它，对吧？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制药的一个小公司。那么
这公司它的护城河主要是啥呢？就是它有一个独特的技术平台和一个庞大的专有数据。那么现在呢，应该也是慢慢有结合这个AI 来学习，做一些机器学习，从中能发现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对吧？这是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基本面，但是它的盘子并不大，现在是4块多钱，所以盘子是比较小的，又是跟医药相关的。那么如果说你不懂这个行业的话，那你就相对的要谨慎一点，对吧？那我们现在你的问题是，打算近一点，对吧？这个位置其实是埋伏一点没有问题的，我们就要看一下它这段这个我们一点点利用区间套往下捋。现在埋伏一点问题不大，就是以这个 3.79， 如果说不能够快速的把这个 3.79 杀掉的话，那你就仓位就一直拿着，就当底仓用。看一下次级别，那么这现在的是周期是周线上，周线上我们就可以画了，这个图形就相对清楚了。这里有过一次回落，但是这个反弹不够，那周线上直接一笔到这里，然后这里是有一笔反弹，它这里虽然说是周线上它也是很纠结，但是起码图形上已经有结构了。那么周线上它这个中枢立刻就出来了，周线上那个中枢，所以说这里又有一次反弹，说明什么呢？这个又是一个日线上那个小三脉。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在本周期看它的次级别了。这里面日线上肯定有一个三脉，那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它这个最后一段，最后这一段的这个次级别有没有出现有反转的迹象，对吧？这就是在日线上我们把这个最后这一笔的结构给它画出来，它是有这么一个。这是日线上这个结构。那么我刚才说那个小三脉其实是这个位置，但是呢，它只是日线上的这个三脉。针对这个周线上这个大中枢的话，它不构成三脉。这个其实是2次反弹构成了三脉，所以说是这个反弹的形成中枢之后，我再重复一下，就是说这个日线上出现了2次反弹，是针对下面这个大的蓝中枢是三脉，然后又开始出现回落，对吧？这是出现三脉之后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可以假设它回落没结束，我们把这个最高点也标出来，也就是说现在从 12.36 到 3.8 这里可以是下跌没结束，这里只有一个中枢，这是进入段，然后可以在这里再做出来第2个中枢，然后再打一个低点，也就是打掉 3.8。 如果说这么走的话，它必须要有很强的力度杀掉 3.8 之后，然后开始在下面再做大中枢。这种情况的话，你跌破 3.8 的话是一定要止损的。那么关注什么呢？就关注跌破 3.8 之后的这个力度。这个力度如果说不强的话，你可以忍一忍，因为它完全是可以以一个破底翻的模式，跌破了 3.8 再翻上来，然后走反向，对吧？所以你要关注的就是 3.8 这个位置是一定不能被跌破的，跌破的时候就要关注它的力度。如果说是一个跳空缺口往下砸的时候，那你就更要减仓，或者说更要止损啊什么的，因为它这个空间下面你没法测，你没有办法预测下面它要跌多久，或者说要跌的空间多大，所以立刻要应对这个位置，这就是 3.8 不能够被跌破的原因。因为在大周期上，虽然说我们说它是一个3段，但是这个3段你不知道它有多深呢？它完全可以从这个3.78 再腰斩之后再腰斩，没有问题的。那这美股里面这种小公司多的去了，所以说我就为什么说要提醒你，这个盘子并不大，然后又是一个医药行业的这种小妖股，你如果说不太了解的话，那很容易，如果说仓位再对应的很大的话，就很容易吃亏。就是这个就相对难度大一点，但是可以埋伏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好的，这就是针对这个 RXRX 我们简单做一个分析。然后呢，我们再反过头来看那个苏珊朋友，因为没有其他新的了，那我们再反过头来看大家提问的这个其他的。这个 TEM 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做 AI 的这么一家公司。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什么这个
因为最近有一个也是做 AI 的英伟达他们投的，好像叫什么 Wave 的一个公司吧，好像不是这个 TEM。但是 TEM 这公司的话也是，应该是一家做医疗技术前沿的，就是它主要的业务就是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癌症和精准医疗提供数据和分析解决方案。它通过什么呢？通过收集、分析患者的临床和分子数据，比如说基因组测序了、病理图像了、临床结果等等，为医生提供更精准的诊断和这个治疗方案，并加速这个药物的研发。所以说它是现在利用人工智能比较多的，对吧？这个是利用大数据，其实就是非常非常这个有前景的这么一家公司。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它也是上市并不久，去年24年6月10号上市的。那么在周线上的话，图形并不多，我们把它跟刚才那个小公司差不多的图形，我们把它的结构也画出来。周线上有这么一个大中枢，对吧？这是周线上的一个中枢的结构。我们说一下它这个整体的结构，这样的话它就是还没有脱离。在这种小公司，它因为上市时间并不久，不知道它成立多久了，但是呢，它在这个图形上的话，它并没有脱离周线上这个中枢，说明他们的公司的基本面没有出现什么突破型的这个进展。你只有出现突破型的进展的时候，它肯定就要脱离这个中枢，开始向上生长，在上面就是再生长出来一个大的，对吧？这就是你通过看公司的图形，你就能知道这个公司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比如说你去看苹果的图形，我们拿这个比较你就知道了。我们也看苹果的大周期，现在看的是周线上。它如果说不出现技术上的生长的话，它不可能之前这里横了这么久，一点点生长出来，这说明它的这个技术产品出现了突破，对吧？我们都很了解苹果的这个产品，还有它那个通过这个苹果手机怎么一步步到现在这个位置的，对吧？它是突破了自身的情况才会出现这种图形的。那么相应的，你的技术基本面没有出现突破的时候，那这个资本市场是最灵敏的。一旦公司有什么风吹草动，资本市场的表现是最及时的。所以说你看图形你就知道这个公司基本面大概是什么情况，对吧？那么你要做的就是在它还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利用这个？因为你比如说你看好了它，你要做它长期操作它的话，你这样就可以利用这个中枢震荡，在它还没有突破之前，先把自己持仓的成本降一降。你这样的话，等它起来之后，你岂不就能拿得长久一点吗？比如说这个苹果，你如果说从最开始就一直做它的话，然后拿到现在，那你想想，你这个当然了，很多人说啊，我的这个什么401k 了，或者养老金里面有这个，但是你如果说仓位很大的，比如说像那个巴菲特那种大仓位持有它，这是多么丰厚的一种长期持有的一个之下的一个利润，前提是你的成本一定是够低的。你只有成本够低，你才能拿得住。如果说你成本现在是200，你根本拿不住它呀，对不对？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就是你的持仓成本，因为持仓成本够低，你的心理主要其实是对心理上的一个作用，你就能够，因为你不亏钱，你不亏钱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躁动的去想操作呀，想卖掉啊，想割肉啊，这些妄念。你一旦你不亏钱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那么担心了，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一直讲的是持仓成本一定要够低。那我们看一下它，在没有突破这个区间之前，现在是从36.22到71这里是够一笔了，但是回落这一笔还没这个够一笔，所以说我们要关注一下，就是两个方向你都要看，一是看这笔上涨是不是结束，二是要看是不是要生长出来。但是毕竟在这个周线上已经生长出来一个顶纹型了，对吧？它可能大概率的有可能要回落一笔，那么回落一笔之后，在这个中轨之下或者在中轨附近，看看能不能够踩一脚之后再起来。就是在大周期上我们就这么计划。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就是我高量这一两段。那么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它标出来，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就是36.22右侧这些。我们把其他的可以拽过去，
先不看，先不管它。那么36.22右侧的话，正好是一个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但是因为这个 K 线，这是一个典型的破底翻之后起来的，在小周期上肯定是一个破底翻。那么这里如果说当低归一笔的话，也可以用。然后前面这里也是，这一笔回落是一个2买，但是呢，它这个进入段这一笔是不够一笔，严格定义是不够的，但是它是明显是一个回撤，对吧？小周期的话是有一个2买，所以它前面这段的话可以是一个1、2、3、4、5，一个5浪上去，然后但是这笔回落是在日线上是够笔的，前面的这些都是用递归呀，或者说你用模糊的模式，所以说整体来讲，严格的话就是一笔上一笔下。我们把这个日线上给它画一下，一笔上一笔下，新的这一笔我们看一下，它是有包含关系，但是也不够笔，就是说它这一笔新的一笔还没有生长出来。好的，经过这个重新的调整划分，我们看一下它现在这个结构，就是现在这里啊，因为毕竟它现在这个 MACD 表现的不错，这个是在0轴以上，然后有点收口，看看能不能来一个空中加油。空中加油以后起来的话，那就厉害了。这一笔现在有希望起来。那么你这个位置，它又是踩了一下这个200天，刚好200天跟这个120天都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没有进呢？就是它回落的这笔的时候，那之前回落的时候还是一个应该是一个 0.5 的位置，对吧？刚好是踩了一下 0.5。就是浅浅的贴破 0.5， 然后又是一个2条均线都在这里，相当于一个双系统验证。什么叫双系统验证呢？一个是黄金分割的一个回落，一个是均线都在这里，所以这个位置相对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说你一直跟踪它的话，那么它出现的这种回落，你肯定要试的呀，对吧？你能不能够判断错误是一回事，但是当下出现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拿仓位试的，要不然我们光分析来分析去，那不成了那个马后炮了吗？对吧？纸上谈兵了。那你有啥意思呢？你在股市里面，你光用嘴的话是赚不到钱的。就是一定想赚钱的话，得有仓位进去。你先不说你的仓位大小，你起码要去敢于尝试你的这个对错嘛。既然有了判断，那么这里现在还没有生长出来，有希望生长出来一笔之后，看它这个力度是不是能够再次突破这个71.9。如果说能够突破71.97的话，就是我们刚才分析那个周线上那一笔没结束。但是因为它这个大的框没有这个很有力度的上去，如果说能够非常有力度上去的话，那就要先看这个中枢的上沿在79.49，看这一笔的力度能不能够非常有力度上去。那么再次回到日线上，也就是说这个第三段一定要强。我们现在就可以测一下它这个第三段什么情况叫强，也就是说88.3是它的等比例的位置。它到这个位置才跟前面这一笔的空间一致，那它也是突破了这个周线这个中枢上沿了，对吧？这才叫强。你如果说连88.3都到不了的话，那就是弱，也就是这个123它有背驰，看它做了中枢之后能不能够再上去。所以整体来讲就可以这么计划，但这个位置已经出现了强势表达的时候是要往里进的，尤其昨天涨了 15.2%， 这是一个明显的强势突破。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几根，明显是小周期有一个突破上来的，对吧？你如果说盯盘的话，这么一个突破你是一定要进的，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多空强弱的一个区别的表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进呢？但是它这根 K 线那么强势的往上冲的时候，你可以追在这个位置，就58这个位置，这种是可以追的，或者说你等它上去一个回落也可以啊。它这个回落还是一个5分钟的300呢。我们现在测一下它当时这个回落，看到没有？刚好是踩了一个 0.382。这要是我盯盘的话，这个位置铁定要进的。这是这么强的一个强弱表达的时候，你发现你如果说天天盯盘的话，你是能够明显感觉出来它的这个动能变化。这个上底一根大阳线冲起来，然后这一根 K 线涨了多少？我们看一下。这一根 K 线涨了 5% 啊，它之前每天的小波动都可能在 1% 以内，但是这一根 K 线涨了 5%， 你进不进呢？这是多强的一个表达呢，对不对？所以说你宁可不追了的话，那这个回落你也得进呢。在5分钟上，这个回落多明显呢，
对不对？所以说一定是多去跟踪少量的股票，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抓得住它。你抓不住它的话，现在已经起来了，已经涨了15%以后，你去追它吗？对不对？所以说一定是数量不能太多，看的股票不能太多，然后进行多周期的跟踪它，你这样的话才能吃得到。好的，简单就说这么多了，针对这个 TM， 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在周线上没有出现突破这个中枢区间的话，它不会有大的变化，那就看它是不是要做中枢震荡。那我们再看这个share 类朋友问BILL。等一下那个在你之前有一个 Lily 朋友问的这个 Uber 还没有看，我们看一下 Uber。Uber 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现在的图形上，大周期上是一个什么状态？也出现了一些，又出了一个高点是吧？出了一个历史最高点，然后这是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然后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那我们需要把这个给它画出来。这就是还是那句话，在它生长过程中没有出现结束的时候，这里你是需要调整的。这个月线上的一个大300，然后又上去。好的，那么我们说一下它这个结构，月线上给了一个大300，这是一个300，针对下面这个中枢是一个月线大300。那么你再测一下，利用我们这个也是跌破了0.382一点点，然后一个快速回拉，对吧？这是它的一个整体的结构。但是现在它这个出现300之后的3段的话是背驰了，或者说有背驰的迹象，也就是说从19.9这里，因为这里是有一个中枢嘛，对吧？那么有中枢之后，它现在其实要做这个月线的大 B 段，月线的大 B 中枢，或者说月线的小 B 段没结束，它也可以继续往上生长。就是这个模型里面，这是一个大 A， 然后小 B， 然后再做大 B， 然后上去。它可以是在这个位置，月线上我说的是，也可以是在做这个第一个中枢，这个不对啊，第二个中枢，这是大 B， 下面这个大 A， 所以说它可以是这个没结束，也可以是在做这个第二个中枢的这个第一段回落，所以这就是两种情况，就看它这个力度。如果说这个力度不行的话，就这段力度如果不够行的话，那肯定就是要回来做这个大 B 中枢了。如果说这个力度还能行的话，那就是在小 B 段没结束，对吧？所以说一定是在这个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你不能够下结论呢，你不能够说啊这就肯定是这个小 B 段结束了，要做大 B 段，它没有完成呢，所以说你不能够盲目的这个下这个结论。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但它整体表达的现在是偏弱的，这个 MACD 上，对吧？这个柱子的面积、高度都是，因为它这明显是3段有背驰的迹象，所以说这就是你，这个位置起码不能够仓位太重的往里追。看一下这个周线上，周线上就是也是有带结构的，非常清晰的这个结构。一般大的盘子就是这种好处。盘子比较大的时候吧，它的结构就相对的比较清晰，不像那个小盘股，这个盘子小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么的清晰，它这个纠结的更厉害。所以说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54.84右侧这些，对吧？54.84它的右侧这些的一个结构，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但现在呢又要回到中枢里面来了。我们这个如果说在当下93.6的时候，你是要测什么呢？就是测它的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刚好是这个等比例。我不知道这位叫丽丽的朋友应该也加入了会员已经有段时间了。我看你这个那个骰子，我自己做的这个，如果说你是会员的话，它会有一个图标。加入了17长短不同的话，它显示的这个那个骰子的符号是越来越大的。你已经有4点了，说明也很长时间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抓到这个位置啊？就是92.79这个位置，它是一个等比例，明显的等比例，93附近，这是一个明显等比例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减仓啊？这是一个非常，因为我讲了那么，因为你也加入很长时间了，这个应该不难，通过这种分析找到这个位置的话，对吧？
那么现在是，到了等比例没上去，看它这里这个笔回落了，能不能够回来？就是说回来做一笔之后再起来。你也可以把这个中枢的中轨给它加上啊，已经有了。那么就看它这一笔回落之后，看回踩之后，你也可以从这个起涨点这里去简单的测一下，看能不能踩一脚81、77、73，看踩一脚之后能不能再起来。对吧？所以说，但是毕竟这个93这个位置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等比例的位置。如果说没有减仓的话，那么可能是要坐电梯了。那我们再简单看一下60.63上涨的这一段，就看这里还是因为它没有回来，没有完成之前，你就不能说这段上涨结束了，对吧？还是两个方向都要看一下，然后看一下日线。好的，我把这个给它切出来，然后把其他的清一清。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个60.3，我把其他的全部删掉。现在我就关注什么呢？60.3这个，这个结构是要往上能够继续生长呢，还是说这里要开始走反向了？现在这个回落也够一笔，所以说在60.3这个上涨这个走势啊，结构并不够饱满，并不够饱满。所以它这里完全是可以一笔结束了，然后再来一笔，也就是日线上它这个结构并不够饱满。那你从最高点，测它这个回落的话，现在也没有踩到0.382上，所以说回测的非常浅。然后呢，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底分型，就说明它的次级别这里是尝试过一次反弹，是一个1、2、3段。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1小时上，也就是说这段1小时上还没有完全的结束。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现在日线上现在有希望是结束，为什么呢？这里是有过3根 K 线，3根 K 线，对吧？说明它的次级别或者次级别有这个2个小中枢了，这里有希望，你这里要补回来了。如果说在这个位置有减的话，现在有希望你要补回来了。毕竟它这里没结束的话，它完全是可以在这里就是进入段，然后在这里做成一个中枢之后再打一个高点，然后来完成周线上这一笔的一个结构。所以说这个位置要找机会补回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那么小周期从这个93.55这个下跌的话，在1小时上，它这个是这笔反弹是明显是一个1小时的二卖，对吧？然后又下来，然后这里的话是有过一次可以当成一次反弹之后，正好是一个五浪。1小时上现在是有一个五浪，1、2、3、4、5，它这个中枢是更小的周期了，那就是15分钟上肯定是有中枢的，对吧？这就很清晰了。15分钟这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现在开始有点类似把这个第二个中枢的底给破了之后再翻回来，小中枢上做这个破底翻呢。我们再回到1小时上，所以这个位置可以近一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1、2、3、4、5，这个5的要结束了，你这个位置先补一点，看它这里这笔反弹的力度。如果说是非常强，直接突破了这个小中枢上沿的话，那么你就多拿一拿，然后小周期上可能在一个15分钟上一个回撤不回来，那这个位置就要多买一点，多补一点，它就可以直接走反向。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有希望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底部，所以说你这个位置要进，这个位置不进的话，它已经是相对的饱满的一个结构了，晓得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是这个强的上涨还是只是一个弱的上涨。如果说你发现这个位置进了一点，它只是很弱的，不能够很有力度的突破这个小中枢的话，那你就再卖掉就好了嘛，对吧？所以这个空间，这个折损的或者止损的空间并不大，可能就只有几个点的一个空间，这个完全是能够忍受的。如果说你的成本不高的话，可以在这个多忍一忍都没有关系，因为它在这个日线上整理，毕竟它是一个五浪的一个，就是日线不是日线呢，1小时毕竟是一个五浪的这个尾端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它继续往下沉一沉的话，如果说这个 MACD 不能够很有力度往下砸的话，那你就可以多忍受一点，毕竟是一个五浪的一个尾浪的一个位置。对，或者说你要谨慎一点的话，就再等一个日的底分型的时候再补也可以。好了，这是针对这个 Uber 我们简单分析一下，然后再看这个Sharp
圈里朋友问的这个 Bill Holdings 是这个吧？中小企业做这个网络平台的是吧？你自己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它。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它主要是一个金融运营的平台，为这个中小型的企业提供基于云的一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然后它这个护城河呢，它的集成能力或者说网络效应，还有它与一些主流的这个会计软件有一些深度的集成，所以说它能够让，所以说它是成为了很多企业的这个金融操作的核心嘛，毕竟它是一个金融运营平台。那么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个基本面上，我们简单说一下。那么具体的，如果说既然你知道这个公司，因为很少人应该知道这个公司的，既然你知道，可能应该本身工作跟这个可能也是有过一些，这是最好的。其实就是说你本职工作或者说你干的事情就是用到这个公司的软件，或者用到这个公司的平台，用到这个公司的东西，这样的话你更能拿得住。因为很多人不了解的话，你根本拿不住的。那么现在这个月线上这个图形我们看一下，从这个23.6月线上一笔上，然后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这是够5个月，然后又下来又一个5个月，然后现在又打了一个低点，但是这个低点现在是不够5个月的，但是是出了一个新低。这其实在月线上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做一个什么比较呢？就是月线上它这个23.6这个上涨到348这个最高点，然后以一个带结构的上来，它上涨的时候是没有结构的，是一笔，回来的时候是一个带中枢的。你这两个一比较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回落是弱的，这个回落跟这个上涨的这个力度比较的话，它是弱的。也就是说，同样的一个空间，我上涨只是一笔，但是我回落的话是带中枢的，那肯定是下跌的弱呀，下跌的力度弱。所以这就也可以在这个同一个周期上左右两个，我们怎么来比较它的这个力度？这就是通过结构越简单，那么它的力度就越强。那么左面上涨的时候只是一笔，右侧是带中枢，那肯定是上涨的时候力度强了，对吧？这就是在这个左侧和右侧的时候，你怎么来比较它的力度？那我们现在关注就是它但是也相当于一个倒 V 的转了，就是一笔上之后直接一个 V 转给你倒 V 给你转回来。那我们现在就关注这个有没有结束嘛，对吧？从这个348跌到这个现在这个最低点，因为它这个最低点这一笔啊还不够一笔，那不够一笔没有关系，因为它的中枢是有的，中枢的结构是有了，它这个一笔没有，因为我们说过很多次，构成笔的这个结构是要有的，但是它的进入段跟离开段都可以是跳空缺口，都可以没有，所以说这现在只有4根或4个月也没有关系。所以说你现在就是以36.55，我们假设这就结构就饱满了，对吧？有进入段，有构成中枢，然后有离开，这个结构已经相对饱满了呀。它完全是可以以36.55这里看看能不能够继续生长。也就是说，这是一笔上一笔下到这个36.55，然后右侧起码给你生长出来月上的这个一个走势类型来。无论这个走势类型是一笔还是3笔，还是说带中枢的，那就是后话了。那么现在就是在这个以36.55作为一个起涨点，也就是你要所有的分析都是以36.55这个位置不被跌破为前提。那么36.55也是刚刚开始生长，这个周线上也不够明显，就是把这些 K 线给它标出来。就现在生长的也并不多，我们再看它这个日线上。然后日线上这里是一次回落，然后再次上去一个1、2、3、4、5，类似一个1、2、3、4、5上去，然后现在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回落，这个位置要近一点，因为它刚好是贴着零轴的，所以说它现在是可以这样的一个结构了，这是一笔上，然后一笔下，
后再加上它这个下的这个调整的比较充分，就是小周期上这个调整的非常充分。然后今天是相对的一个涨了3.63%，这个位置要进了，这个位置要进了，因为它这个位置明显是一个二买了，日线的一个二买，然后再加上它是一个贴着零轴的，我一直讲，只要是贴着零轴的，贴着 MACD 零轴的这个位置都会有力度起来的话，那后面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你起码它能够先干到62吧，62这是200天和120天，那这个空间40%的空间，对吧？所以说这个位置要开始进了，你要不进的话，它可能快速往上拉，它可能是以一种快速的这个节奏往上走。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但是起码图形上表达的是，今天开始有人开始要往里进了。好的，那么现在到了美东时间12点半，也是，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